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哟，这是哪位娘娘啊？看着气质不凡，是来与我们姐妹同乐吗？放肆！皇后娘娘面前，怎可言语如此轻薄？皇后怎么也有雅兴到这儿来了？臣妾听闻镜中引得皇上在此留恋享乐。夜深了，臣妾是来请皇上回寝殿安置。皇后别误会，朕呢只是唤他们唱一些民间离曲，了解一下地方的风俗，无为什么流连享乐。皇后别多心啊。是吗？容佩，把姑娘们都带下去吧。是。还有，镜中当差有失，就交给你和三宝处置。是。皇上。皇后叫你下去便下去。姑娘们走吧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会怎么了？这是姑姑。赶紧把他们送到岸上去。是。快点，跟上。这几年，你一直过得不高兴，一直违逆朕。如今看着朕的眼神，也都是寒气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对朕如此冷淡，是从心里面有了凌云彻开始，还是他死了之后啊？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，那就是你。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4阿哥弘历了。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，臣妾也曾经觉得，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，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艰险。可如今算是看明白了，再深的情谊，也被皇上的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。那你又是从前的青樱吗？朕的青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。朕的青樱与朕相知相惜，理解朕，体谅朕。你看你现在，一点青樱的影子都没有。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。是，青樱早就不在了。如今做着皇上的皇后，实在是太累太倦了。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？啊？你是朕亲封的皇后，朕让你母仪天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，你却那么固执己见。你说朕，说你不如孝贤皇后，是，你是不如她。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，绝不会像你如此。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？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，臣妾倒想说一说。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，身为中宫，也算无可挑剔，对皇上百依百顺，从不忤逆。皇上不也对她不满，以至于她不能安心。然而孝贤皇后死后，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，情深几许。可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？还是皇上想让旁人觉得，皇上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？不止孝贤皇后，在这个宫里边，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？就算是容嫔，皇上曾经如此疯魔，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？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，临水自照，
你只爱惜你自己。放肆！朕一直孤独地站在高处，朕治理国时日理万机，过的是宵衣干食。整个后宫里，朕不爱惜自己，又有谁会爱惜朕呢？人人只会算计，还要图谋朕，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？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争斗、算计背叛，确实让人厌烦。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吗？皇上在这其中又全无算计吧？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的，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坐胎药，避免淑妃有孕，以至于12个体弱，不治早夭。淑妃也跟着绝望自焚。纯惠皇贵妃，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，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，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。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荣嫔的疯魔，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2条性命。还有臣妾，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。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，认为臣妾和凌云彻有私情，对凌云彻百般折磨，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。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？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。清白2个字，臣妾都说倦了。你还敢提他？哼！永基是你的儿子，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，你还要朕怎么样？朕没要他的性命，留住你的后位，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。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？皇上是给自己脸面吧？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，其实刚愎自用、薄情寡信、自私虚伪是你，疑心深重的更是你。放肆！你藐视君上，失去了一个做臣妇的本分。与其看你如此疯魔，不如朕废了你！不用皇上废了臣妾，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，不想再忍了。做什么？如意。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，如今臣妾断发为妻，给去了的青云和后丽。如意，你疯了！公主，贵妃娘娘，怎么回事？怕是又出大事了。
怎么了？皇后心急疯魔，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断发！皇上，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。皇上您还健在，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？金宝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后不堪中宫重责，明天一早，命佛隆安送回宫中医治。没朕的旨意，不许出衣宽宫半步。令贵妃今为皇贵妃，设6宫事。这，谢皇上恩典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静静。儿臣告退。臣妾告退。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奴才福隆安见过尹妃娘娘、容嫔娘娘。容本宫和容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。这……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，纯惠皇贵妃的女婿，你可别忘了，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？皇后娘娘，怎么会这样？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你们要顾好自己，不要受本宫牵连。皇后娘娘回宫，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，也好多个照应。多谢。两位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，晚上就风靡了。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。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，你突然送她回宫，旁人会如何揣测？朕已经给她体面了，说她回宫治病了。儿子奉皇娘巡幸江浙，承欢洽庆。却不想皇后举止风靡，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，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。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，朕就废除她，
皇后之位。皇后这么做，必定事出有因。你夜夜游湖之事，哀家不提，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？人已经送走了，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，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，实在太过。皇后心慈，才留了他们性命，叫哀家说杀了他们，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，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。额娘，皇额娘，你倒是天天叫，这么个叫法，哀家这是许久没有听到了。在儿子的心里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。有皇帝这句话，哀家就敢说话了。皇帝，你是真的想废后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于国祚更是不祥。想世祖皇帝一生，最为人诟病的，并非独宠董鄂妃，而是废了第一位博尔济吉特皇后。大清开国100年，废后就唯那一次。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！失德的是皇后，不是朕。皇后背德不逊，与朕不同心，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，亲手断发，这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满人断发，一为国丧，二为夫丧。皇后出身大家，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。但她为何如此？你想过吗？皇帝啊，你是逼皇后太甚了。皇后如此狂悖，叫朕如何能忍？夫妻本为一体，若是废后，则天下臣民不安。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废后，让天下人如何揣测？这游湖之事，朕是受了晋中的怂恿，是儿子轻率，儿子认错，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。既然处置了晋中，那就是皇后无罪。民间休妻，尚要有七出之条，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天下臣民言之凿凿，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？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，朕要封如意为后，皇娘就不赞成。可如今朕要废后，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？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，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。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，为的是皇帝。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，为的也是皇帝。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，如今又怎不喜了呢？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，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？
变的是如意，不是朕。即便如此，相伴10载的情分，皇帝也不顾念了。朕不是不顾念，是皇后言行不当，一言一行都不像个国母。皇帝啊，你和皇后彼此分分寸寸都互不相让，就是因为太在意了，因为在意而废后。皇帝，你觉得值不值当？且废了乌拉那拉氏，又有谁才能继位为皇后？难不成皇贵妃？皇帝啊，若说要像皇后，像妻子，莫过于孝贤皇后；若是像奴才，你宫里多的是那样的女子。哀家就怕你真正废弃了如意之后，会后悔，会发现你对她的在意，那时可就晚了，追悔莫及了。令主，您终于来了，您得救奴才出去呀。那是自然的。对了，关了一夜，一定饿了吧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不了不了，那个出去要紧。事情怎么样了？晋中公公，皇上已经把皇后娘娘赶回宫中，现在我们主啊，已经是摄6宫事的皇贵妃了。皇贵妃，皇贵妃好。皇上这可就是有心要废后啊！奴才一定扶着您的手，走到中宫的宝座上去。本宫自然会登上后位。走吧。哎，皇贵妃，走。皇贵妃，皇贵妃，令主。您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我跟您说，王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领主，领主，咱们可不敢做什么。皇上要你死，本宫不过是奉旨罢了。领主，你得向皇上求情，你得救奴才呀！本宫为什么要求情？领主，本宫比任何人都想让你死。你这般王恩夫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也得做个有本事的鬼才行。放开我！你们以为替他做事情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是你不得好死，本宫可好好活着呢。你不得好死！王禅，把话传出去，皇上接近烟花女子，都是晋州一人所为。本宫只不过是秉公办事，除掉这个蓄意媚上的祸害。这。
主儿，您别着急，皇后娘娘应该快到了。请皇后娘娘安。容佩，奴婢在。直接入宫。是。姐姐，姐姐，于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已被禁足，您还是别跟着进去了。翊坤宫怎么这样寒酸呢？内务府的人怎可以如此对待娘娘？皇上尚未废后，他们便这般迫不及待吗？掌灯吧。是。请回吧。于妃娘娘，容佩，娘娘说了，烦请您照顾好12阿哥，让他不要多思忧心。还有5阿哥，有夫姑居的旧症，虽是小病痛也要上心，让姜太医得空帮他去看一看。本宫记下了。这个，娘娘嘱咐我，让我交给你。这里面一针一线都代表我对你的心意。绣得真是精巧，我一定会好好留着的。蓝色的梅花是我，粉红色的是你。姐姐有说什么吗？主儿，咱们等了那么长时间，皇后娘娘为什么不下轿？怎么不见您呢？还把香囊还给您，她是不是？姐姐是为我好，她不想连累我。但我知道，她心里始终是惦记着我的。娘娘，您的吩咐，奴婢都转告于妃娘娘了。宫里的布置虽然寒酸，但奴婢想，于妃娘娘也一定是尽心尽力过的了。皇上的废后之意昭然若揭，内务府最痛上意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娘娘方才对于妃娘娘如此冷淡，您这么做是不想让皇上迁怒于她。于妃娘娘会明白您的心意的。她会的。娘娘，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。本宫想在这儿坐一坐，你们去收拾吧。是。
额娘，皇额娘的情形，十二弟知道了吗？我自然不敢让他知道，暂且还是先瞒着他吧。自从上回凌云彻的事情之后，你十二弟心思极重。若是再要起了念头，生病或怎么的，我怎么对得起你皇额娘？额娘思虑的是，那皇额娘那儿怎么样了？你皇额娘昨夜已经让玉虎还有福龙安给送回来了。虽然荣嫔已经让人连夜通知我，但内务府那一边也奉了圣旨，撤了翊坤宫的布置，连李煜也因为和你皇额娘亲近，被皇上以办事不力为由打发去了圆明园。姐姐这回禁足，怕是要难受了。跟红顶白是宫中惯来的风气，皇额娘还如此失势。听巡宫那边的消息，怕皇阿玛真是动了废后的心思了。那可怎么成呢？得想个法子。额娘别急，等皇阿玛回来，儿子自会好好相劝的。事关皇阿玛的声名和皇室的声誉，一定不能生出废后的事来。五哥，永基，于娘娘，五哥，皇阿玛是不是不要额娘了？永基来，你于娘娘在这儿呢，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，啊！哎呀，别哭了。十二弟，皇阿玛不会不要皇额娘的。我们都在这儿呢。小磊子在。回头你吩咐太医给十二弟开些凝神的药。这。哟，五爷，您这是腹股居又发作了，还是传教吧？些微小事，别让额娘知道了。这。额娘已经够心烦的了，我这点小病不算什么。五爷，你已经够要强了，既担着皇上吩咐的差事，又顾着后宫里的。要不等江太医回来，让他给你仔细瞧一瞧。罢了，江太医毕竟是皇额娘的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啊，现在真是失心疯了，才会那般顶撞皇上，居然还敢断发呢。要不是她作死，又怎么能显出皇贵妃娘娘的贤德呢？听说皇后娘娘的姑母就是被先帝关在自己宫里禁足到死，皇后娘娘如今难道是要走她姑母的老路吗？魁常在，皇后娘娘虽被皇上罚禁足思过，可你这话却也不能乱讲。嫔妾的话可能不妥，却也是实情。谁让他们乌拉那拉氏就是这个命呢？永寿宫这么热闹，可不是，新封了皇贵妃摄六宫之事，这可是当年翊坤宫娘娘的做派，只差一步就是皇后了。难怪人人都奉承永寿宫，也有好些人不服皇贵妃的。那是当然了，皇贵妃的出身做派，也就惹皇阿玛喜欢，有几个人是瞧得上她的？就是他们两个了。从今儿起，不必再在翊坤宫伺候，给我带走！你干什么？松开！
让开！松开！我打前底就跟着皇后娘娘伺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三宝哪都不去。不去？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东西都不算。可是皇贵妃的意思，谁敢违抗？皇贵妃也不是皇后，她说了算吗？你这闹什么呢？来带走三宝和云芝。翊坤宫不能一个太监都没有，且我年龄大了，云芝跟灵芝得在这儿伺候着。按照翊坤宫眼下这个情况，留下你和灵芝也就够了。且太监嘛，主子娘娘身边不老实的太监多了，凌云彻就是一个。还是走了的好。你胡说八道！打你个胡说八道！哎呦，干嘛呢？让你胡说八道！你敢打本宫？你就敢打了！我告诉你，这顿打是替皇贵妃教训你。皇上可说过，这宫里边不许再提凌云彻3个字。你竟敢违逆！我倒要看看皇贵妃怎么保你！那行，不说这个了，人我得带走。我告诉你，若是得罪了皇贵妃，翊坤宫的供业可就没那么周全了。你敢？没什么不敢的。皇上都不理翊坤宫了，后宫就是我们皇贵妃做主，你们且瞧着吧。荣姑姑，就当是为了娘娘，奴婢愿意出去，不叫娘娘为难。荣姑姑，我且出去，再做计较。就是，早这么识趣不就好了吗？主子娘娘静心思过，奴才啊就不打扰了。带走。这算什么？皇上到底还没有废除娘娘，为何只剩下咱们2人？答应还有个太监伺候，娘娘连这点体面都没有了。也好，三宝跟云芝出去，也能有个通风报信儿的，也不算太坏。好了，去准备点吃的吧，快去。办事大臣萧成勒索韩部百姓一事，儿臣已经查清楚了。萧成已被夺职，也算平息了民愤。那就好。政治天下就是为了各部融洽、和睦一心。此次萧成勒索百姓事小，但影响甚坏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怨。也告诫各部官员，针对各部的一视同仁之心。皇阿玛对荣娘娘一直关怀备至，也算是对韩部百姓的一种安抚了。好了，这些日子你查萧成的案子也疲累了，下去歇息吧。皇阿玛，儿臣想向您求个恩典。何事啊？儿臣在司库房看到了三宝公公。哦，他不在翊坤宫伺候了。儿臣想着宫人调度的小事，皇阿玛果然是不知道的。这些事情自有皇贵妃打理。皇阿玛，儿臣别的不敢说，但求皇阿玛看在12弟的面子上，善待皇额娘。你在替他求情？儿臣实在不忍看额娘忧心，12弟泪目，更不敢忘了皇额娘的养育之恩。永基还好吧？母不安，子何以安？额娘就算把12弟照顾得再好，可母子连心，12弟总是伤怀。可怜他这般年纪，总是这般愁苦。
朕知道了。永琪，你是朕的皇子中年纪最长的，在外头办好你的差事，后宫的事情别多问。是。姐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永基跟永琪向皇上求情，容妃也帮着说话，我才进来的。起来吧。永基和永琪都还好吗？他们都好，永基也很想见姐姐。我如今这个处境，就别让他来了吧，免得他见了心思更重。12阿哥在外头有我，姐姐大可以放心。近日太后也常见12阿哥，待12阿哥很好。太后能顾恋永基，我也就安心些。永琪呢？永琪的伤如何了？永琪这几日帮着皇上处理政务，日夜繁忙。我问他复古居的事，他总是说小事，还嫌我忧心太过。这也难免，永琪大了，也娶妻生子了。但是生子的事儿还是不能大意的。是。姐姐，我让叶欣多准备了几床被褥，还有一些平时穿戴的衣物。索性也亲手为姐姐缝制了一些贴身的衣裳，我一并交给灵芝了。多谢你，这儿的吃穿用度也都周全，往后也不用怎么费心了。姐姐，我知道因为那件事，你对我有一些生分。可是当日你让容佩把那个香囊交给我，我便知道姐姐不是全然不理我的，姐姐是怕我受了牵连，所以你既然懂得，还偏要进来。如今姐姐这般处境，我不进来看你一眼，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姐姐，我不怕受牵连，我只怕跟姐姐隔心。凌云车那事儿，你我姐妹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真的跟你隔心呢？算了，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们都不要再提了。我如今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是跟我离远一些比较好。今日见了，下回也不要再费尽心思再到这儿来了。姐姐。
来了。给灵妃娘娘请安。坐下吧。谢娘娘。我阿哥的身子如何了？王爷的身子已经大不如前了，腹股局已经发作了好几次。妾身每夜都要给王爷换药帖。太医说，如果只是静静养着不受寒，还有3分可治。这太医说只有3分可治，那就是强弩之末了。我阿哥如此，也是你事情做得好，你额娘的仇也就快报了。是啊，妾身就要给额娘报仇了。可妾身也时常忍不住想，如果这五阿哥不是仇人的儿子，该多好。怎么，对五阿哥动了真心啊？是五阿哥对妾身实在是太好了。世间任何一个女子，倘若能得五阿哥此般真情，那真是3生有幸。可妾身却对王爷的情谊无以为报。本宫知道，每个女人都期盼在这世间能遇到有情之人，然后两情相依，相守到老。可这份幸运啊，不是人人都能有的。云娇，你的时日不多呀。你曾跟本宫说过，你额娘是世上最好的额娘，你要为她报仇尽孝。本宫只问你，你还是不是这样想的？你不答，本宫就当你还想着。如果你还想着，那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？在你不多的时日里，完成为你额娘报仇的最后一步。妾身当然想为额娘报仇。妾身苦苦撑着身子直到现在，无非也就是靠着这点心愿。可为什么给额娘报仇就一定要王爷的命呢？本宫知道你的痛，在这世上，尤其是在宫里，谁不是痛到了极处，舍了挚爱，才能完成一点点心愿？若不想痛，那便只有将心愿舍了，便什么都不用做了。这是春蝉帮你弄来的，只要一点点，撒在五阿哥的伤处，不出几日，他就会毒气溃发而亡。这粉不会有任何人能察觉。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这东西要不要、用不用，也是你自己拿主意。难道妾身能盼的，就真的只有跟王爷的来世了吗？也许永琪不再痛苦，你们来世还能早日相聚。再续
你们今世的前缘吧。你的皇后凤冠呐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乌拉那拉氏再也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我一直想要问问您，您身在宫中，有哪一天是平安喜乐的吗？我的确未曾一日欢喜，可是在这儿，欢喜从来就是不重要的事。重要的是，既然不曾欢喜，为何逼迫自己？皇上和我都已经不是彼此心中的那个人了，放手了不是更好吗？可你是乌拉那拉氏的女人，要誓死捍卫皇后的地位，延续家族的荣耀。家族的荣耀。乌拉那拉氏的女人，好像世世代代都被这几个字拖住了。姑母啊，我不想如您一般深陷执念，不得解脱。我还希望乌拉那拉氏的女人不要再进入深宫。自从皇帝禁足了皇后，这都半年了。前朝多少大臣进言，说要废后的，被皇上贬斥了；说要解了皇后禁足的，也被降俸降职了。如今这前朝可真是安静了，连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。那太后您还心烦？没声音就是没定断啊！唉，皇帝也该想明白了，早点儿把皇后给放出来，弄成这样，多尴尬呀！皇上呀，这是等着皇后主动低头认错呢。娘娘又在看绿梅，时候不早了。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。睡不着。奴婢还一直想问您呢，怎么这么喜欢这盆枯了的绿梅啊？听说您是从延禧宫一直带到翊坤宫来的，枯了这么多年都舍不得扔。你没有见过它开花的样子。当年皇上把这送给我的时候，满枝绿莹莹的，好看极了。人还未到江南呢，绿梅却先到了。皇上记得我喜欢苏杭的绿梅。
仔细的养着。过了没多久，他还是死了。这南方的绿梅到了北方，还是水土不服的。五阿哥真是有心，人虽不能来，但知道娘娘礼佛，每隔3日必有新鲜的花卉和檀香送进。可娘娘现在最缺的不是这个，给我吧。这檀香的味儿这么纯，永琪送的吧？是啊，可是你想说什么？娘娘，奴婢是想，五阿哥一直送香花和檀香来，足以说明他能够照顾咱们的日常。可是他只送鲜花和檀香，是想让娘娘潜心礼佛，也让皇上知道他的态度。如此折中的方式，两全其美。是两全其美，既全了些他微小心，可是也让皇上知道他力赞娘娘静心思过。容妃，你糊涂了。永琪天资聪慧，从小争气，才得了皇上的器重。如果此时因为我而受到牵连，是万万不能的。奴婢明白了，怪奴婢想得不周，还望娘娘原谅。那花儿去吧。是。朕诸皇子之中，皇五子永琪最贤，今日特晋为亲王，封号为荣。儿臣多谢皇阿玛。恭喜皇上，恭喜荣亲王。皇娘，东北进了一批皮子，皇娘怕冷，选几件好的做冬衣吧。皇帝有心了。福驾，哎，跟我下来吧。皇帝，天儿冷了，这翊坤宫的供应还足吗？应该不差。到底夫妻一场，哀家替你做主，给翊坤宫送一些过冬的器物去。皇娘做主便是。永基到底也是中宫所出，你进了永琪为亲王，对永基无所表示，这也说不过去吧？皇娘，永琪还小，无谓那些虚名荣宠。再说了，永琪封为亲王，也确实是因为他出类拔萃。皇帝可是有立储之心。故我诸子，唯有永琪出色些，儿子也别无选择。
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，本宫这回玉玺啊，总是腰酸背痛的。生儿育女啊，是辛苦的，可这宫中若论起儿女双全的福气来，谁又比得上主您呢？本宫年过40还能玉玺，也算是福气。但能生又如何呀？顶不上于妃那一个，皇子中独一份的亲王。这先帝在时也未立太子，只封了皇上为宝亲王。论起来，翊坤宫是五阿哥的养母，可若熬到了五阿哥登基，内位还没被废后，立刻就成了母后皇太后，到时您还只是个皇贵太妃。你真以为她有了五阿哥这个养子，就一定能当太后吗？皇上给五阿哥封的是什么封号？皇上封的是荣亲王。荣亲王，世祖皇帝的孝献皇后董鄂氏生下的4阿哥备受荣宠，世祖皇帝一意欲立他为太子，封的就是荣亲王。奴婢想起来了。那个孩子在受封荣亲王不久之后，便夭折了。洒在五阿哥的伤处，不出几日，他就会毒气溃发而亡。云娇，王爷，你怎么不睡啊？您怎么这么疼？妾身去叫福晋。不用，你陪着我就好了。那妾身给您倒点水。也好。
还要吗？不用了。妾身去给你拿点吃的。不用，陪着我就好了。是不是腿又疼了？不要紧的。来。安心睡吧，妾身就在这儿